抱歉。哦，没事。没事吧，西瓜？没事，没事。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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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刚刚酒杯没拿稳，我自罚3杯。却掩不住伤。You are the song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只能安静等待，等晨曦会不回来。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正在安静等待，我去个洗手间。等晨曦会不回来。去吧。早点回去吧。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还是原来的。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不用了。也是，还没恭喜你，门当户对。你也是，恭喜。聂旭光，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昨天叶荣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死不认错。不过既然他道歉了，我想起来，我还欠他一个答案。那时候他问我：“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他：不喜欢。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
我看不上。不用告诉叶荣，但是我放心了。真可笑，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直接，说变就变。承诺？你在说我？我们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有人喜欢我，对我好，我会动心，会变心，这有什么稀奇？你说的对，又不是铁石心肠，会变心有什么稀奇？谁没变过？李旭光，谢谢你让我迷途知返。繁华世界里，唯独少了你。热闹的餐厅，面对空的座椅，最靠近的关系，也会害怕远的距离。担心、关心，会不会变成打扰？开心、伤心，可谁会是你的依靠？陌生的地址，能否收到我祝福的讯号？多年以后，谁又会把谁忘掉？好多回忆辗转丢失，无法继续。你流浪的心，谁来关心？外面风好冷清，你要留心。不用管我，我马上就好。再给我1分钟。怎么恶不管法？你这么不争气。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你哭成这样，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叶希光，你告诉我，
怎么办才好？ 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 no direction, no place to go.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 刚刚在宴会厅， You turned my night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我对自己说，马上要30岁了，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我自己死心塌地，却希望他快点变心。叶希光，不要装傻。我没有装傻，我也才明白，还来不及装。我去车里拿的，去换上。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不穿给大家看看，多可惜。 I love it's a fire so bright.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my light. We shine together, we rise, we glow. Two hearts beating, the world will know. The world spins fast, but we stay still. In your arms, time bends to my will. Your love's the mirror I see me through. Two-way love, I'm coming with you. Two hearts beating, the world will know. 你可算回来了！你店去太久了，还好其他人都跑了，不然菜都被抢光了。我们也打算先走了。这么早啊？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又在下雪了，晚了怕路上不好走。那好吧。那我们先走了，注意安全啊！拜拜，拜拜。拜拜。希光，你们也这么早走啊？不是吧？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哎，这身也很好看。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他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下午据说雪更大，到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那你们怎么回去啊？希光，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走出去打车，车会有人来开走。行，安全第一。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就不送了，你忙你的吧，回头我们去。走了。交给你了。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对不起，
聂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玉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哦。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聂希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不是。明明没有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聂希光，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
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西瓜，西瓜，西瓜。西瓜，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昨天熬夜了？啊，没有啊。可能是太冷了吧。是啊，昨天半夜又下了雪，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同志们，来，拿上你们的武器。 昨晚又下了一场雪，不把道路清出来，没办法工作，还有安全隐患。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好，拿好工具，准备出发。好。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张总。 啊，林总，你们已经上来了。我来的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但是张总您，小王，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年纪大了？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这倒是，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好，大家开始干活吧。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 那行。西瓜，还是从这儿开始吧。 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积不起雪啊？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不然结冰了，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哦，懂了。哎，大家轻一点，别擦到板面，造成磨损。好。光伏板没擦伤吧？擦伤不会要赔钱吧？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没有，谢谢老板关心。我也没事。分工吧，你们扫近的，够不到的留着我来。好。西瓜，你也太麻利了，这么快有鬼在追吗？哎呀，年轻人啊，多穿点，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哦，谢谢。这个还蛮好喝的。西瓜。怎么啦？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
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跟他闹矛盾了？没有。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还有，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林总恰巧进来，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这么一想，扫雪那次也很可疑。你动作这么麻溜，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嗯？你干嘛？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松鼠桂鱼和鸡头米。你别试图转移话题，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不会是？小聂啊，晚上请我吃饭吧，我要跟你爆料，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我要告状。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小聂，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你懂的吧？当然，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什么？哦，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不用多说。不过方师兄，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哎呦，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有长进，不错。我呢，纯粹是无聊。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在丢我师门的脸，你懂的。他都跟你说了？哎，他这个人闷骚得很。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没办法，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哦，现在的这个情况，用得着说吗？打电话给他，才提到你的名字，一个字忙就挂了。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还真有江东父老啊！小聂，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不可以不劳而获。什么福利，什么保险金？小聂，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这深奥的感觉，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哎，师兄，吃鱼。想用鱼堵住我的嘴，我还真是饿了。啊，吃了2碗，终于吃饱了。那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我发信息给师弟了，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方师兄，你这也太明显了吧？哦，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外科医生呢，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习惯一下。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哎，小聂，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
激不激动，爽不爽快？师兄，你别吓他了。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今天小聂请客，他没意见，真没意见。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一下单啊。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不用，没关系。哦。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哪有？你也再吃一点。买单。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我来吧。我来。我来吧。之前跟你闹着玩，现在都摆明车马，难道还能让你买单？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啊。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宇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糟糕，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那个，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
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希光，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好了，我不这样说了。不过，我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这么爱哭。不要道歉，不要因为这个道歉。好，我不道歉。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也很辛苦啊。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不然呢？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不会了。真的？那今晚陪我加班。啊？你认真的？当然。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你别乱扣帽子啊！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现在这么警惕了？全靠林总教诲。到底什么事？快说！我来看，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跟我来，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生硬？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非常好。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这么晚了，当然明。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听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你就完全不管啦？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他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来，干啥好事？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进展神速。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经过层层筛选，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因为价格相差不大，林总给了建议，食堂不能光看价格，也要看口味。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试吃大会就在明天。那我们部门谁去啊？哎，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大家肯定谁都想去。但是名额有限，为了兼顾公平，经过我再三考虑，抽签。对，这样最公平了，谁都没意见。对。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里面有2张写的字，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谁先来？抽到我，抽到我，抽到我。哎，林总，这么热闹？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你要不要参加？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当然当然，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功劳最大，理应参加。小聂说的对，我们再加个纸片啊。谁先来啊？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行，你先来。主管，你摇晃的不充分，我的命运一片空白。林总，我最后吧。啊，行，那我先抽了。方总总，来，那来吧，同志。来。是不是这个吃货？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就是这个，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一起吧。好。
糟糕，小聂才是那个吃货。我没降低概率吧？完全没有，谢谢林总。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那怎么不谦让我呀？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啊，好了，我要工作了，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一定有问题。人都到齐了吧？今天啊，我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这个我知道，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但是，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这次啊，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分别是红烧肉、锅包肉，还有啊回锅肉。锅包肉是东北菜吗？回锅肉是川菜？不代表菜系，也就是个代号。华总，你也来了？我可是抽签来的。快开始吧，菜都要凉了。好，最后一句，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开始，大家排队取菜。林总，你也来了，正好饿了，来蹭个饭。欢迎，要不帮你拿些菜？不用了，我去找我们部门那个。好，那边。每个闻着都好香啊！哎呀，不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林总，你也来了。没抽到签，只能刷脸来吃点了。可惜没有投票权。那怎么可以啊？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啊？有意见？抽签的时候，没有，这是我的荣幸。取样这么丰富？当然，我可是负责的人。你取样也太少了吧？那这样的话，那我要80%的投票决定权。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开动！好吃。哎呀，一口都吃不下了。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我要投给锅包肉，他们家的最好吃。啊，这锅包肉家也太甜了吧？不会啊，如果我自己吃的话，还可以再甜点呢。但是考虑到大家，这个甜度正好。你们无锡人真恐怖。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
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你再体验一下。投票可以听你的，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我放盘子去。这是让我投票？不是啊，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但你不是还有20%的权利吗？我要尊重这20%，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小宁，你是懂权力分配的，谢谢你给我参与感。红烧肉1票，回锅肉1票，红烧肉1票，回锅肉1票。完蛋了，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这么喜欢吃甜的？红烧肉1票，真的不算很甜。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我宣布，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在想什么？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有结果了吗？哪有那么快啊？有好多问题呢。比如说，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你说的，我的诉求，是说光复小花园？啊，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所以答案是什么？不一定要走招投标，老板你随意就好。好，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这个肯定要有，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做我司账怎么样？这个糖醋肉看起来不错。哦，花点水。我们来了。食堂变好吃，有好处也有坏处。总结一下，还是坏处多。说来听听。第一，人变多了，排队太长了。第二，太好吃了，我就吃多了，变胖了。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心理不满足加餐导致的。谁？谁说的？世间竟有如此谬论。小狗说的。说起来，你们怎么这么快啊？都吃上了，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来，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看破不说破啊，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羡慕啊！我们头顶2座大山，动弹不得。
我们还羡慕你们呢，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又不是我们的。西光，哎，对了，西光，最近食堂变好吃了，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了？快点吃，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我们要去清点的，快点吃。你想说什么？不躲着林总啦？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你有官方承认吗？受客观因素影响，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儿，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价格角度而言呢，奇彩比明岩高出5%左右。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正有此意，我是打算去一趟。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这一次我也飞一趟吧，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王琪，你和我一起去。不知道是几号去啊？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之前张总让我参加，我怕时间上有冲突。哎，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不知道是谁做的？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新总。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不过王琦提醒我了，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好。小聂，等一下。小聂，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因为你前科有点多。的确，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为难什么？方式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公平。你考虑的有点多。事情如此，当然要考虑周全。不过也有办法，小聂，你不要微服私访了，怎么样？这样风言风语，多半就冲着我来了，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出差的事情，你先自己考虑一下。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西光，你要跟林总出差，就2个人，天哪，我就知道是有情况。叶西光，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我就要跟你绝交了。嗨，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去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林雨森说的没错，他追我，并不是我的负担。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有呀，关系就是你猜对了，他是在追我。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那种。怎么不回消息？不礼貌。难道睡了？喂，刚刚在洗澡。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什么加油？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啊，发错了吧？发错了？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怎么会呢？那真令人失望。那如果没发错呢？你想告诉我什么？是想告诉我，虽然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那方向正确吗？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你说。一件事，我想去出差，我想去溜达，不是，去见识一下。好。还有一件事，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请不要束手束脚。当然，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那你也就错了。说明我没有做好。对，
所以你要加油。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希光，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你要小心，那我就飞快的跑路。这样，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那没有，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好了，我说完了，我要睡了。林总晚安。怎么啦，林总？还有事？有。小聂，订票。我居然色令智昏，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要搭飞机。小聂，到你了。来了。我有点恐飞。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乐商是这样，低调务实。哎，那今天谈的条件，价格上再压一压。行，那我唱白脸，林总，你唱红脸。那个，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下了，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我前阵子才下，用的不多。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肯定的呀，免费的多香。那到酒店有 WiFi 了，我也下一个。上个月英姐让我下，我没有下载。林总，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害得我严重落伍。我的错，失职了。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我去办入住。好。给我吧，谢谢。林总，要不还是我来吧，小聂毕竟是……没事。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 晚上11点结束。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小聂做事啊，真是周到体贴。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我们住一间吧，你看着办。都是同事教的。走吧，在这边。你好 ，SPA 有空位吗？好，
我半小时之后过去。有2个空位吗？好的，谢谢。戏下的太多。小聂，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他们男人多半不作死吧？正好咱俩一起去。好呀。也是。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稍等。王鑫，那个 SPA 你去一下，别浪费了。男的还做这个？当然可以。王鑫特别想去。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那好吧。做不了 SPA， 那就出去逛逛吧。不过我吃撑了，就去买点东西，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几点？现在。那个，我出去买个东西。哦，好。你居然还换装？你不是让我加油吗？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这叫发挥自身优势。我懂了，一表人才。过奖。你要去买什么？我要去买个新手机，旧的内存不够。走。走。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颜色有这2种。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好用吗？可以，反应速度很快。你可以拿个粉色的，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什么颜色无所谓的，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所以那就粉色了吧。好。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好的。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价格一共是2498。请问哪位？哦，我。好。那需要拆开吗？我们可以帮你装机。好呀，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还有微信。哎，小姐，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哦，好，谢谢。等一下，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好。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来，加个好友。你动作也太快了吧！一直盯着。你下载了新软件，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你同意吗？我同意啊。申请通过，我的好友。